大家好，老韩。这两天呢，达拉斯实在是太热了哈，咱们开着这台起亚2022款的插电式混动版的索兰托，到南边的海边去转一转哈，一起去浪一浪。感谢大家订阅、点赞、评论、转发、点亮小铃铛。障碍岛呢，又称离岸沙洲，它算是一种沙丘形态的地貌哈。它是由平行于大陆的海岸和潮汐共同作用而形成的平坦的沙丘区域。那今天我们的目的地 Padre Island， 它是德州乃至世界上最狭长的宝藏岛，南北长约113英里，东西横宽1.8英里。同时也是美国本土面积第二大的岛屿哈。那该岛呢，它是南北走向的，东临墨西哥湾。1964年呢，为了兴建 Mansfield 港，人工的将这个岛分成了南北两个部分。那我们今天要去的是北岛。那不论是北岛还是南岛，我都去了好几次了哈。这块呢，也是离我们距离最近的优质海滩哈。相比之下，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北岛。北岛呢，商业开发痕迹不重，游客呢平时也不多哈，哪怕旺季都不多，商业气息也不浓。岛上的游客呢，来的都是想长期居住的哈，想住的时间长、玩时间长的游客为主。一住呢，基本都是1个礼拜呀、几周的。岛上的酒店也不太多哈，就有几个酒店，多是以民宿、长期出租的民宿为主。还有好多人呢，拉个房车过来哈，在那一住呢，就住上一阵子。我们呢，在冬天的时候也来过。冬天呢，只有不怕冷的人才能下水。在冬天的时候呢，这个岛上的商业配套就更少了。这个岛上呢，大型超市只有一个，饭店呢也都是小店。但不论是超市还是饭店呢，冬天开门的都很少。还记得有一年平安夜啊，在这个岛上，我们的晚餐呢是在加油站买的。那目前呢，正值盛夏时节，岛上呢也迎来了它的黄金期，也是全年游客最多的时候啊，也是这个岛上最热闹的时候。是拖个房车来露营的，是开个 ATV 或者越野车来撒欢的，岛上是好不热闹啊！跟冬天的景象呢，简直就是冰火两重天呢。这个岛呢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你能把车开到海边哈，能在海滩上开。那在冬天没有什么人的时候，整个海滩你能看到的地方只有我们一伙人。那现在是盛夏时节，即便人呢比冬天的时候多了，但是相对来讲，比那些著名的景点人呢是要少了不少啊，完全可以在我的接受范围内哈。那南岛相对于北岛呢，南岛开发的就更彻底一些，商业味道就更浓一些哈，游人就更多一些，那块呢就有点像旅游胜地的样子了哈。那相对来讲，我还是更喜欢北岛。只是德州这边的海滩哈都有一个毛病，就是天气异常，经常性的刮大风下大雨。有一次我的烧烤炉子和我的大帐篷差点就没跟我回来。这个车呢，行李空间当把第3排座放倒之后，你没装东西的时候啊，你很难有一个直观感受，只能感觉到它挺大，但是到底多大呢，你也说不上来。我这些东西呢，都是以前每次出去玩到海边玩呢，都会带这些东西，包括个人行李啊，包括一些吃的喝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当然每次呢都得带上这个 wagon， 这一停车呢，拿它拽行李，拿它拉行李拉东西，很方便啊，就不用再到酒店去取它那个行李车了。这些东西呢，在以前我那个 SUV 上，包括现在这个 SUV 上，出门都会带啊。那把同样的东西呢放在这个车里，就显得这车很宽敞，不论是它这个高度哈，还是宽度，还是纵向空间。那这个车呢，它的行李空间，它的装载空间，在同级别同尺寸的 SUV 里面，应该来讲还是属于表现比较出色的哈。那北岛距离我家的路程是430多英里，预计行驶6小时40分钟左右哈。但是拉着家属，大家都知道它影响推进速度。当然出来玩嘛，咱也没必要把弓拉满哈，没必要把时间控制那么紧张。2022款插电式混动的索兰托，如果按照 EPA 公布的纯电续航里程是32英里，油电满格续航里程是460英里。但油机部分呢，它会根据你近期的平均油耗啊来计算你的表显续航里程。那因为我在开这车出来之前呢，我一直开这个车在 local 转了。那出发之前呢是满电满格油，满电显示的续航里程呢是31英里，综合续航里程呢大概是410英里左右。这就意味着中途呢我还得加一把油哈。这车的剩余电量表啊，一共分为4格。那在前3格的电量的时候呢，电机参与驾驶，那它是重度参与。电机更像是一位不知疲倦、辛勤的园丁，
从静止起步到低速蠕动，从急速加速到高速巡航，电机是不辞辛劳的驱动着车辆啊，一丝不苟。而油机这时候呢，更多的起到的是辅助作用。油机呢，大多数的时候是处于整装待发的状态，只有在急加速的时候，它会出来工作，助电机一臂之力。那还有在匀速行驶的时候，它会维持在1000转左右，为电池充电。在前3根电力的时候呢，电机会作为主力来驱动车辆哈。这时候它更像是一台增程式的电车。在这台车的逻辑当中，在满电的时候，它要优先把前3格的电量耗完，之后还剩1格的时候，驾驶模式呢会自动切换到经济模式。当然，你也可以再次手动切换到其他模式哈。这个时候，这台车呢更像是一台普通的不插电的混动车型。电机逐渐的转换身份，成为了油机的助手哈。发动机开始走上前台，成为驱动的主力。那这时候起步阶段呢是电机驱动。那如果你一直加速或者电力不足，发动机呢会提早的进入工作状态。在高速匀速行驶的时候呢，如果电池电量充裕，电机呢是可以来维持车辆运行的啊。那如果电量不充裕，发动机会启动，一方面呢驱动车辆，一方面为电池充电。那只要不是你静止怠速，只要车辆一直在跑，透过发动机为电池充电，透过滑行或者减速的时候，动能反向为电池充电，电池始终会维持在1格电量，确保车辆始终处于油电混合的状态哈。大家不用担心电量耗尽，除非你长时间的怠速停车，它可能会将你的电量消耗成警示的红灯，但开一段，电池又会极快的速度充电到1格的电量哈，那台混动车就又回来了。那在这次的旅途当中呢，以前一直没怎么关注哈，现在开上这插电式的混动车型呢，也开始观察哪儿有充电站，哪儿有充电桩了。那整体看下来，这2年美国的充电桩和充电站的数量呢也在增加。那即便我在这岛上，在半个小时之内车程也会找到充电桩哈。虽然呢仍然不算太方便，但比以前可是好了不少了。但确实也有些充电桩呢疏于管理，破损的情况呢也是时有发生的。那这一趟旅途呢，有一天晚上我在酒店，我打开手机，找到在距我20分钟车程的地方有个充电桩哈。那我那天就想合计去充个电，最起码咱也体验一下。但我一下载那个 app 呢，就显示有一个车正在那充呢。但我一合计，还有一个车在那充，然后我还得跑这么老远，充上电呢，顶多再多跑个30英里，那我就不如再多加点油了哈。所以一想到这儿呢，我就收起了钥匙，又回酒店泡澡去了。Padre Island 国家海岸保护区呢，就在北岛里面，它属于国家公园体系管理，它要收门票的哟。这个公园里面有长达66英里的海岸线，海滩、沙丘、草场、蜂巢滩构成了园区内的主要地貌，是380多种鸟类和几个龟类的栖息地。那对于我呢，我也不打猎，我也不钓鱼，你说什么鸟啊，说什么龟啊，说什么鱼啊，我也听不懂。我呢就知道在这片海滩上沙子非常细腻哈，是著名的白沙海滩。更重要的呢是车能开进来。从这开始呢，前面就没有铺装路面了，全是在沙子上开了哈，在海边沙子上开。我们尽量往南看一看，看看这个岛的最南端都有啥哈，是什么样的。一路上在海滩上开车哈，这种待遇，这种 VIP 待遇不是在哪个海滩上都有的。把车呢停在沙滩上，看着各种鸟冲进海里捕鱼，有一种动物世界的即视感。那泡在海里呢，各种鱼群呢就在你身边随着海浪起伏，偶有调皮的鱼呢还逆潮而动，还跳个龙门。你这胆儿真肥啊，你是怕鸟看不着你吗？清澈的海水，时高时低的海浪，远离的人群，偶有车辆和巡逻人员经过，忘情的享受远离喧嚣，尽情的品味人与自然。在这里所有的手机都没有信号哈，收音机的声音呢也是断断续续的，极度舒适的无人打扰模式，享受着海天一色，如幻如梦，如痴如醉。往这边走呢，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多少轿车了哈，它在10英里那个地方，它有一个人在那停着。你如果不是市区呢，他就劝你往回走了。这个呢它是市区，就让我们进来了。进来之后呢，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开的除了是那种全地形车啊，再就是大皮卡呀，再就是越野车了哈。那因为我们已经从主道下来哈，往这个里面走了大概20多英里了，大家现在可以看到这里面人就不太多了哈，基本没有什么人了，而且这个地呢都比较松，沙地都比较松，开车呢一定得注点意。而且这边呢人很少，大家
要上这种海滩来玩的时候，一定要确保车的状态要达到最好的状态啊，别有什么问题。然后当然也别有什么其他安全问题了。那在这里呢，它会经常有那些来回的巡逻车哈，巡逻车还是蛮多的。当然大家出来玩，安全最重要，自己一定做好充足的准备哈。那在这里呢，也经常看到有人在这露营哈。我们呢今天也带了帐篷，带了烧烤，一会儿可能在海边要吃个中午饭吧。这里面开房车的来露营的都很多，但大家也看到各种各样的垃圾哈，生活垃圾也是随处可见的。在这点上看来素质都有待提高啊。这片海滩呢，我之前都是开我卖掉的那台越野车来的哈。开这台索兰托来呢，之前我确实心里还有点打鼓，底气不是太足。在这个海滩里面呢，也确实都是一些市区的皮卡和硬派越野车往里干哈。然而当我看到索兰托厂家拍那些宣传片啊，把这个索兰托拍的上天入地的时候，以及我看到他那把锁开着背景灯不断向我打招呼的时候，我还是下决心把他带到了这片海滩。在海滩入口的时候，工作人员呢还反复跟我确定你这车到底是不是市区。在得到了多次肯定的回答之后，他才予以放行。在这里面呢，很多小轿车或者非市区车辆都很知趣的就把车停在了沙滩入口处哈，就在那玩玩海就行了。这次呢，随着里面游客的增多，在海滩上呢也有几台车被困住了哈，但是都得到了及时的帮助，也没轮到我出手哈。这台索兰托的四驱系统呢，当你把驾驶模式放在 Smart 模式的时候，它在平顺的公路上多数的情况下只是前轮驱动哈，只有在你急加速或者四轮需要发力的时候，它才会切换到4个轮子全员上阵。你透过仪表盘中间那个四驱动力的分配图，可以很清晰的看到每个轮子被分配了多少动力，每个轮子为行驶贡献了多大力量。那我在沙滩上呢，分别试了按下中央差速器和关闭中央差速器，可以肯定的是，两种情况都可以很好的完成任务，都可以很好的完成行走任务哈。那可以在中间这个动力分配图清晰的看到，在海滩上在沙滩上的时候，4个轮子全部被分配了动力，两驱的情况很少哈，基本是火力全开。那当你按下差速器开关的时候，可以明显感觉到车辆摆脱沙子更加迅速，少了那种拖泥带水的感觉啊。遇到松散的沙堆呢，入沙子会受到一定的阻力，但出沙子轮子使出沙子呢要更加坚决一些，车身晃动的幅度呢会减小，车身姿态会更加稳健。虽然现在车辆呢，尤其是越野车，在越野方面呢都更加智能了，但传统的你像什么快走沙子慢走水的手法呢，大家还是得注意哈。那在沙滩上确实也看到几辆所谓的硬派越野车陷车哈，被救援的场景，所以不管车辆多智能，大家都还得小心。那经常到海边玩的时候呢，停车我一般都是要停的离海岸远一些啊。这个不是因为别的，因为之前有过伤，记得比较年轻的时候吧，开车跟朋友到海边来玩哈，就把这个车呀停在海岸不远的位置。那当时玩的是不亦乐乎啊，当时开的还是个轿车哈。临走的时候呢，出不来了，怎么也走不了了，轮子陷里陷的特别狠哈。那轿车呢就是前驱的，然后周边有很多当时干活的这个民工朋友帮我一起把车推出来的，现在也找不到那些民工了哈，感谢那些民工朋友，要没有他们，不知道当时怎么收场哈。这片海滩呢，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的。首先它离我们不远，当孩子想玩海的时候，或者当我们想放空的时候，开上6-7个小时过来呢，与大自然融为一体，体验一下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再一个呢，这个岛主要是这个北岛，我喜欢的是它没有那么商业化，物价相对于旅游胜地来讲，它还算物美价廉哈。由于它也不是什么著名的大景点，来的游客呢也都是周边居民游客哈，远道的都不太多。在这里呢，你还可以看到服务人员发自内心灿烂的微笑。只是它这个地方呢不好在哪儿呢？就不是一年四季它都好玩。夏天呢，大家来之前一定要看看天气预报哈。冬天呢，好天气就更少了。冬天的时候呢，你来了以后，旅游配套的地方也很少。那这次呢，开索兰托来，整体表现还是令人满意的，不论是公路上的表现，还是海滩上的表现，都比较出彩。尤其是当我在沙滩上看到那些硬派越野车的驾驶者投来惊讶的目光的时候，就可以感觉到起亚呀对他的那些上天入地的宣传是情有可原的，是有一定的理论依据的。
那说到混动呢，这趟跑下来，常规混动对整体行驶的感觉和燃油的经济性帮助还是挺大的。插电式混动前3格的电量还没出达拉斯呢，这基本的电量就耗光了。所以这插电式混动可能对长途驾驶来讲帮助意义并不大。在城市里代步，在城市内蠕动，插电式混动可能贡献更大。那城市里驾驶可能是它更好的舞台。那我们从达拉斯一路南下呢，越往南越是采油区，路上见到磕头机和炼油厂的数量就越多。一路往南呢，油价也在一路下降，只是像现如今你再怎么降，它也还是4字头的。想回到那种 good old day 呢，貌似可能性也不大了。我们还是一路向前看吧。以上视频谢谢大家。